大家好，比特币价格又下跌，已经来到接近前高112000美金高点的支撑。那等下来聊聊比特币这个位置跌到位了吗？或者是几个逆向的指标，感觉可能要准备贪婪。相信比特币后面还是会继续涨。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图表。昨天是有提到比特币有可能这个位置是一个期形的盘整，不过昨天不太好啊，比特币的价格重心还是继续往下跌。那它目前的价格只差1000美金，也就是距离前面这一个高点的支撑其实没有差多少。那现在昨天一根下跌，有一些逆向的指标代表这个位置比特币是否我们可以开始贪婪。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几个逆向的指标，比如前几天有跟大家聊到，就是这一次比特币下跌有可能主力是在清洗多头的杠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几个逆向的指标，也就是前两天有跟大家提到，如果比特币主力价格要继续往上拉抬，他不把那一些不坚定的多头，或者是这一波下跌有可能就是在清洗多头的多单，只要轿子清了以后，后面比特币涨上来，有可能才会相对比较轻松。那前几天是有跟大家聊到，我们尽量去多观察，比如说比特币这一条黄色的线的价格，当时跌到 75K 的这个位置，就是2天的这个多头爆仓的数据，就是这个片区绿色的柱状，它是接近15亿美金。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也就是昨天一根下跌被清算了，就接近9亿美金。所以短期我们观察一下，这个位置已经开始有出现一些或者是恐慌的迹象，有可能就是在多杀多，而且价格也是很接近，就是前面112000美金的高点，不排除这个位置如果比特币再下去，或者是你控制好自己的头寸。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交易所，也就是最近稳定币 USDT 最近的净流量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昨天或者是2号下跌，然后我是发现反正交易所上面的 USDT 它反而是净流进了近2亿美金，所以不排除这个位置有可能是有一些资金利用比特币价格下跌的时候，或者是在偷偷的买入。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另外一个逆向的指标，也就是前面在12万美金高点的时候，当时交易群上面反正这一次做空，当时的这一个恐慌与贪婪指数它是在这个区间接近70到80。那经过几天的下跌，目前的这一个恐慌与贪婪指数，它是进一步降到55。那如果真的在下跌的情况下，是否我们可以开始兴奋？我们看一下点击下方的这个 MAX 你可以观察一下，比如说前几波比特币，或者是在这一个恐慌与贪婪指数接近30左右的时候，包括当时这个恐慌与贪婪指数来到接近30的时候，一般比特币都有可能会是一个阶段性的底部。所以目前的55我们尽量观察吧，比特币短期会不会止跌，或者是如果真的再下去，如果爆仓数据进一步增加的情况下，包括这个恐慌与贪婪指数下一步如果有来到30或者是低于30，我们到时候观察比特币价格，或者是有没有进一步贪婪的买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图表，或者是上一波比特币当时这个位置盘整的区间，我们要去观察价格如果低于这个日线红色的 20MA 的时候，比特币像这一个箱体挖坑的位置，当时这一个 KD 指标它是来到接近20附近，后面价格就上涨。因为以前有跟大家讲过，如果价格是低于这个 20MA 的话，我们尽量去观察，有一些 KD 指标来到20附近的时候，往往有可能会有一些短线的上涨。那现在的这个位置短期可不可以贪婪？我们可以同样观察一下，也就是它的价格是低于这个 20MA， 现在的 KD 指标也是即将来到这个20附近，而且 MACD 指标也是放了有接近10个，所以不排除目前的位置它是距离前面这个高点支撑是非常的近不过有不好的一点就是这一次比特币的下跌，低点是更低，但是没有看到比如说 KD 指标像这种低点更高的走势，比如说当时这个位置低点是更低， KD 指标它这个低点是比这个低点高，以及 MACD 指标这个低点是比这个低点高，
最后感谢大家收看，订阅我们。